随着欧盟对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的制裁网开一面，立陶宛对该地区的铁路运输禁令终于予以解除，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俄利禁运风波暂时告一段落。外界普遍认为，这意味着俄罗斯赢得了和欧盟的较量，而欧盟的对俄制裁还引发了欧盟内部的严重分歧。欧盟委员会最新公布一项要求各成员国将天然气使用量减少15%的提案，就遭到多个国家的反对。匈牙利还公开宣布，在原有的采购合同上额外从俄罗斯采购7亿立方米天然气。周六，立陶宛正式恢复了对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的铁路运输，允许受欧盟制裁的货物过境。立陶宛铁路公司已通知相关客户恢复发货。在限制解除后，首批60车水泥将很快通过立陶宛境内运往加里宁格勒。不过，立陶宛仍会加强过境货物的监管，将遵照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指导性文件，限制俄罗斯货物的过境量。立陶宛方面强调，受欧盟制裁的货物只有在必要、不构成异常的货物流动或贸易模式的情况下才可以过境。根据欧盟的要求，立陶宛将单独计算每种货物过去3年运输的平均值，过境货物的运输量必须符合平均值的水平，否则将导致过境申请被拒绝。加里宁格勒位于波罗的海沿岸，与立陶宛和波兰接壤，是俄罗斯的一块飞地。6月18号，立陶宛宣布禁止受欧盟制裁的货物通过立陶宛领土过境到加里宁格勒。这些限制影响了俄罗斯本土与加里宁格勒约1/3的货物量，包括受制裁的黑色金属运输。此举也进一步加剧立陶宛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俄称这是公开的敌对行为，并向立陶宛下达最后通牒。但对于俄罗斯的警告，立陶宛却始终态度强硬，直至欧盟于7月13号发布指导性文件，为局势降温后才同意松口。欧盟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洲的经济难以为继。我们看到的制裁实际上是欧洲的经济遭遇了高通胀、低增长，现在甚至出现了经济衰退的这样一种苗头。可以说呢，在压力之下，欧洲开始在第7轮的制裁措施出台时，减少了对俄罗斯的某些制裁。由于欧盟立场的软化，我们看到立陶宛实际上，在这个加里宁格勒的这个货物运输问题上，做出了一些后退。这个实际上也显示出欧洲离不开俄罗斯。不过，欧盟仍在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欧盟委员会对俄罗斯制裁一揽子新措施的提案周4获得通过，禁止俄黄金进口到欧盟，并扩大受管制物品和技术清单。当晚公布的对俄罗斯个人和组织的最新制裁清单，包括俄罗斯第1副总理安德烈·别洛乌索夫、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等人。俄罗斯当天也给予回应，公布了更新的对俄驻外机构采取不友好行动的国家名单，并签署相关法令。该名单新增希腊、丹麦、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表示，欧盟多年来的对俄施压政策明显没有前途和徒劳无益，但对全球经济和安全的灾难性后果越来越明显。周六，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罗马尼亚发表演讲时表示，欧盟对俄制裁没有削弱俄罗斯，却使欧洲自身经济和政治上都陷入麻烦。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基于错误判断制定的政策已经失败，欧盟需要一个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新战略。Új stratégiára van szükség, amelynek a középpontjában, a célkeresztjében nem a háború megnyerése, hanem a béketárgyalás és egy jó békeajánlat megfogalmazása kellene, hogy szerepeljen. Az Európai Uniónak nem az a dolga most, hogy képes beszéddel éljek, hogy az oroszok vagy az ukránok oldalára álljon, hanem hogy Oroszország és Ukrajna közé álljon. Ez az új stratégia, ez kellene, hogy egy új stratégia lényege legyen. 欧尔班强调，对俄制裁已经对欧洲经济造成严重影响，而经济衰退也会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另外，匈牙利公开表示，匈牙利政府决定在原有天然气采购合同基础上，额外从俄采购7亿立方米天然气。受俄乌冲突和欧盟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影响，欧洲大部分地区遭遇能源危机。欧盟委员会本周3公布一项提案，第一个成员国将天然气使用量减少15%，以应对欧盟面临的天然气短缺问题。但该提案提出后不久，即遭到欧盟多国政府官员的公开反对。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特蕾莎·里维拉表示，西班牙不支持这项提案。他称，在没有事先征求成员国意见的情况下，欧盟委员会不能要求成员国做出牺牲。葡萄牙环境和能源转型部长加兰巴也表示，葡萄牙不会接受欧盟委员会的建议。希腊政府发言人扬尼斯·伊科诺穆也向媒体表示，希腊原则上不同意欧盟委员会的提案。
此外，丹麦、法国、爱尔兰、马耳他、荷兰、波兰等国也表示不同意欧盟的提议。有报道称，欧盟27个成员国中已有12个国家表示不同意。观察人士指出，从俄欧博弈的来龙去脉以及最终走向，可以发现欧盟内部对俄决策存在严重分歧。强烈要求制裁俄罗斯的都是靠近俄罗斯的东欧小国，而法德等大国则态度犹豫不决。关键还是欧盟自身实力不足，缺乏统一的外交和国防政策。可以认定为现在欧盟以及欧洲大陆所遭遇的这样一种叫能源危机，而不是简单的一种战争。战争的风险外移到经济领域，大宗商品、粮食我们看到的是能源等等一系列的产品的这种价格失控，使得现在俄乌冲突对于世界经济已经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压力。可以说，欧洲内部的不同的声音也反映出，对俄制裁一是无效的，第二个呢，对俄制裁呢也给欧洲、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为了应对俄罗斯天然气供应可能削减的风险，欧洲正在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新的气源。欧盟委员会能源部的副主任鲍德温周六表示，正在寻求从尼日利亚获得更多的天然气供应。目前，欧洲从尼日利亚进口的液化天然气占总供应量的14%，这一数字未来有可能会翻倍。而德国能源监管机构联邦网络局局长穆勒警告称，德国的天然气消耗量必须减少20%，才能确保安全过冬。周四，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主要管道北溪1号恢复供气，但输送量只是正常情况的40%。对此，穆勒表示，未来俄罗斯是否会继续保持供气，仍然存在不确定。美国和欧盟都在向乌克兰继续提供先进武器和军援，甚至提到要给乌军提供战斗机。那么您怎么预判接下来的局势走向呢？说得不错，美国和欧盟呢都把俄乌冲突当成是第一位的，批评俄罗斯破坏粮食出口是有点底气不足的。要是真的解决粮食问题，欧美呢创造俄乌停战的机会才对。怎么呢？要通过这个提供更多的武器来火上浇油，来加剧冲突呢？对于俄乌冲突我的大致判断是会继续打下去，直到呢出现3种情况中的一样。一呢是俄乌战场上出现明显的胜负，有一方呢先提出停战谈判；二是外部力量，尤其是美国和北约国家呢，因为国内的反对或者是联盟出现裂隙，不再支持乌克兰继续作战，那么也会出现了谈判停战的可能。三呢是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来出面进行调停，也可能来结束战争。但是现在呢，这3种情况都没有出现，而且我觉得这个欧美呢都在打赌，希望呢乌军在11月第聂伯河结冰以前呢，能够出奇的制胜的实现反攻，这个起码呢夺回赫尔松地区。所以现在呢又在给乌军呢这个加码这个输送武器了，仍在起哄战争继续。乌军呢也攻击第聂伯河上的桥梁，试图断了俄军的补给线和撤退线路。这个俄军呢进展缓慢。那么到了11月份呢，第聂伯河就结冰了，一直到3月初，俄军呢可以进行无障碍的通行，那么在战场上呢会有更多的优势。到那个时候这俄乌战争谁胜谁负可能呢会更明朗化一些。到那个时候呢，是继续打还是坐下来谈，也就有个眉目了。这个今后3-4个月冲突呢将在僵局中持续，欧美呢也因经济问题而持续分裂。那么欧洲冬季的能源紧缺程度呢，也将决定外部力量是支持俄乌打还是谈。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